台式机能有多特别？那这个呢？这个异常兴奋的男人叫做宫本茂，他是塞尔达和马里奥的创造者。他手里拿的正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任天堂发布于20年前的游戏主机 GameCube。对于我来说，最喜欢 GameCube 可爱的外观，一直都想把它改造成一个小电脑，所以今天就要把这个想法实现。我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：首先得有 GameCube， 然后把它掏空，接着按照 GameCube 的内部尺寸做一个铁机箱，把主板、显卡、电源都装进去，然后把 GameCube 的外壳套在铁机箱上，就大功告成了。所以一般的装机方案就不适用了，是时候该 Intel NUC 登场了。这个小家伙自带一块4核8线程的 i7， 纸面性能接近于 i7-7700， TDP 却只有28瓦。手掌大小的主板，接口一应俱全，2个 DDR4 内存插口， M2 高速硬盘 SATA 6，N 多 USB 3.0， 最牛的是还有个雷电3接口，不仅可以传输数据，还可以外接显卡。说到显卡，按需购置即可。本 UP 最爱 PUBG 守望先锋，偶尔玩玩只狼战地，亦或是在圣安内利斯里兜兜风，所以一块1660足以面对。那么最小形态的1660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这块，比微星和技嘉的 mini 系列还小上一截，但拥有相同的核心和频率，完美。电源内置才有灵魂，所以直接上了400瓦的 Felix 金牌电源，这样一来核心部件就都搞定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那个是没有 PCIe 乘16接口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的 M2 转接到 PCIe 乘16，又因为 PCIe 乘4的带宽小于乘16，显卡会损失 10% 左右的性能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这个网站看一下对比数据。这个就是连上转接线的样子，内部零件定下来了，所以还需要一个铁壳把它们都支撑起来。这个是我从淘宝定制的镀锌板，像这样把固定螺丝的地方折弯就行了。金属机箱的好处就是结实，不过最重要的是防静电。然后拧上螺丝和铜柱，铁皮机箱就好了，是不是很小巧呀？实际的宽度要比图纸大4毫米，然后这块就手动改造了一下，因为是服务器电源，所以很多接口用不上，还有风扇也特别吵。这么小的体积400瓦，集成度确实很高。那就先换一个静音的风扇。看了一圈，大神们都在推荐猫扇，不过一个4厘米的风扇要卖到110块，确实有点贵。但是据我的经验来看，一般被过度神化的东西必有蹊跷，让我们来一探究竟。猫扇是官方数据，电源自带风扇为厂家定制，所以用相近的型号数据做对比。重点在于猫扇所提供的气流单位不同，所以要利用这个网站来换算一下。猫扇的气流大小是 5.53 CFM， 这么一看是原装风扇一半的风力，并且转速只有原装风扇的60%。所以风扇静音的原因不是因为什么黑科技，核心还是功率小，转速低。但是如果你的电源经常满载运行，你却用着一半的风力散热，外面黑的太过分了。所以我筛出2款参数还不错的风扇供大家参考。我目前用的是1号。这个就是换完风扇和改线后的样子。拆电源接口的方法就是用2根超细的大头针插到接口的内部，感觉触点卡扣松动了，使劲一拉，触点就下来了，然后替换成显卡的6 pin 头就可以了。把零件一股脑的都装进去，硬件部分就算完成了。下面来优化一下软件。
这个4核 i7 确实厉害，但是如果想保持持续的高频运行，自带散热器是吃不消的。随之而来的是温度上升、主频下降、风扇嚎叫。解决方案就是借助 Intel 官方的超频软件，降低电压，限制 TDP。虽然损失了一定的高主频，但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自带的散热器可以非常安静的把 CPU 压在60度左右。显卡在烤机状态下，温度稳定维持在60度以下，风扇转速在 60%， 也就意味着显卡非常安静，功耗显示在 90% TDP 左右，应该就是 PCIe 乘4损失了 10% 的性能，所以相应降低了 10% 的功耗。那就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步，外壳。机器上贴的这个标签显示这是一个2001年出厂的 GameCube。下面就开始拆壳吧。小家伙，把外壳交出来。拜托，这个机器太可爱了，最后还是舍不得拆了。Diva爱你哦。还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复刻一下吧。这里为了更好的通风，就没有设计提手。经过了20几个小时的打印，外壳终于完成了。赶快试一下，还不赖嘛。面板是从闲鱼上淘来的原装面板，严丝合缝，后排的 I/O 接口也都对上了。为了更好的散热，侧面的出风口比原装的宽了一点点。一切 OK， 那么这个外壳的使命就完成了。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，工业打印机打印的尼龙外壳。主要这种材料的特性是耐高温，不易变形。其实最好玩的是可以直接漂洗的方式给它上色，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，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见证一下。这个外壳一共花了400块，如果效果不好的话，就当和大家一起做实验了。起锅烧水，葱姜蒜都不放，小火焖上10分钟。